做了这么久的视频啊，我突然发现总有人说 iPad 买来就是吃会盖泡面的，但是还有一个最适合盖泡面的东西，我居然没聊过。没错，就是墨水屏的各种产品。说起来，在差不多6年前吧，当时我也有一个墨水屏，就是 Kindle 啦。当时高中的时候，学校是不给用手机的，但是看到手机那肯定就没收了。但是 Kindle 嘛，勉强还能拉拉扯扯一下。虽然 Kindle 这个东西超级难用，尤其是手边没有电脑的时候，简直痛苦。但在那个除了课本啥也看得下去的时候，倒也是很 awesome 的设备了。然后在高中时代高强度的使用完之后，旧新的 Kindle 卖了个好价钱，歘一下回到今天，墨水屏设备已经从当年单纯的电子书变成了一台能装 app、能联动、能写字，甚至能看视频、显示色彩的智能设备。所以经过了6、7年的演变，它们变好用了吗？墨水屏的产品大家应该有或多或少的接触过吧？那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，墨水屏其实真的就是字面意思，它的屏幕里面是真的用受控的墨水来显示的，所以显示出来的画面和 iPad 这些平板区别还是很大的，甚至本质上它会更加接近真实的书一点。而且在它画面不变化的时候，它是不需要耗电的。LTPO 最低好歹还要1赫兹的刷新率，这是真正的不点就不刷新，还不发光。但是除了看着舒服和省电，其实缺点那是一把一把的，响应慢、残影，还需要光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它们一般配置都很低。那么墨水屏到底有什么作用呢？除了作为像人体工学椅这样的劳保用品，就没有意义了吗？为了了解到更多人的想法，我看了很多视频、很多评论，还问了一些身边看书的朋友，朋友又问了朋友，朋友的朋友又问了朋友的朋友的朋友。我大概总结了一下现在比较主流的 battle， 小伙伴们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呀。先来看一下泡面派的朋友啊，首先有一个最主要的论调就是没感觉，读纸质书那种翻书的感觉，撕拉撕拉的声音，甚至是墨水的气味、分量，才会让人有一种仪式感。而电子书就没有这种感觉，轻飘飘的，还没法用手指头当书签，差评。而且似乎很多人看纸质书的时候，会偶尔往前翻看，反复品味，而用墨水屏大概是这样。甚至有些人说电子阅读器也就配看网文了，因为看网文挑了几张都跟没事人似的，往下按就行了。那看看正方是咋说的呢？果然最主要的还是比较方便，书的体积还是挺夸张的，不但不好收纳，而且更难的是携带。出去玩、上下班，这时候带着几本书就不好拿出来了。而且作为电子阅读器，看看网文、看看漫画，多方便呢！而电子书的价格也比较有优势，经常能打折到个位数，甚至大家都很常用的微信阅读还经常能白嫖。等等，小伙伴们看到这里有没有发现一个 bug？ 弹幕里面可能已经出现了哦。这是电子书的优势啊，关墨水屏什么事？对了，除了这些电子书的优势之外，墨水屏的独特之处就是这块屏幕配置低。墨水屏物理上的无敌护眼、轻薄、省电，这些都不用说了。尤其是在看纯文字或者是漫画的时候，效果确实无敌。不过彩色的显示效果确实差强人意吧。而且因为配置够拉，有的小伙伴说他的 Kindle 用了7年了，现在还能用。好家伙，这寿命，怪不得 Kindle 退出了中国市场了，这不是诺基亚吗？除此之外呢，因为配置低，墨水屏可没有心思给你开后台，叮叮咚咚弹消息完全不存在的。至于刷抖音，你可以试试。而且电子书的精神意义难道不重要吗？之前看过一期视频，说是 Kindle 就是年轻人的一张数码时代的赎罪券，可以买 Kindle 上天堂。不过确实万事开头难，买一台 Kindle 听起来确实比去图书馆找书要更轻松一点。其实用墨水屏来看啥不重要，它们诞生的本身就是为了方便。如果为了用墨水屏而去用墨水屏，或者为了一些花里胡哨的功能用墨水屏，那就是本末倒置了。为什么新的墨水屏普遍都能安装 App， 还要加强流畅度？其实还是为了更流畅舒适的体验做铺垫，而并不是让你在上面聊微信、看视频。而且这也不舒服吧喂。那2022年的墨水屏设备是咋样的呢？可能有些小伙伴还不知道，前些年的墨水屏设备是啥样的。虽然当时最基础入门的 Kindle 也就几百块钱，是连背光都没有，必须得开着台灯看。后来大屏的设备也确实出现了，小伙伴们有没有听说过索尼电子纸？4年前的时候，当时一台手机才2699，电子纸良心价666。不过我当时真的感觉就很次世代。那到了现在，10寸以上的大墨水屏平板已经一抓一大把了，甚至还有墨水屏的显示器可以用。但即使是这样，那也是起码2、3千往上走的。而且形形色色的产品也有很多，比如光文石就有 Note、Poke、Nova 等等等等一坨系列，有小的也有大的，甚至还有彩色的。每个系列里面都有好几台，人麻了。这些年国产化之后的墨水屏产品使用体验也是好了很多。我之前用的 Kindle， 如果想要在上面看书，要么用电脑拷贝进去，要么用邮箱发送。关键是这各种各样的格式，有些支持，有些还不支持，有些支持呢又只支持一半，有些能发但又不能
能发，还得把 AZW 转成 MOBI 才能用。等研究完，看着满满当当的书架，也差不多该休息了。明天一定看。更过分的是，现在 Kindle 电子书店也要退出中国了。如果在明年中之前没有把书下载下来，那就相当于白买了。不过现在其他厂商也算是发育起来了，很多都能安装，比如说微信读书、Co-Reader 等等的 App， 甚至还可以智慧一下传过来，极大程度的解决了这个问题。即使是封闭系统的掌阅，看书也比 Kindle 方便。现在很常用的手写笔也改善了记笔记的体验，不是只能划线了。那在这个地方，我干脆给大家再降低门槛，希望最后买了墨水屏的小伙伴3连完之后赶紧去看书。首先看看怎么挑墨水屏先了解一下自己的需求，平时是看带图的或者是扫描的书比较多，还是看纯文字的书比较多？比较喜欢随时掏出来看，还是坐定了之后看呢？如果是看扫描或者是带图类比较多的，那就建议选大号的，也就是10寸以上的墨水屏。原因我们后面再说。但是看文字的话，小屏的设备真的会舒服顺手很多。这可不是笔大小，现在这个 MPP 我是做不到随时拿出来看的。然后选完了尺寸，就到了设备本体了我先给大家看2块板子，看起来差不多对吧？长得像，也都带一支笔，但是这2块板子那可以说是分别代表了2种类型。先看这个文石的 Note X， 这块板子是真的硬核乍一看1块板子1支笔，但是这个笔带有一个笔盖，为啥呢？别急，这还真有用。先看一下机，哇，这一照面就是一个校准手写笔。老实说，我上次看到这东西还是我学校的那块电视机和电阻屏手机，大可不必如此复古然后用完笔一吸，绝了，破案了，怪不得送个笔盖呢，这也太松了吧！我这个摔过1次都已经弯了。好玩的还没完，你们看这个调亮度的，上面是亮度，下面是色温嘛？那你们猜猜为什么我调亮度的时候这个色温也会变呢？原来它这个设计的意思是太阳代表暖光，然后这个月亮呢就代表冷光的亮度，上下这2个你就可以自己去调节，就是这么直白。而且呢，它还很贴心的给了你一个锁定键，这样子你就可以恒定色温了。哇哦，天才设计！大家都说 MatePad 是鲶鱼，这么一看，什么鲶鱼？这是直接来抽水的吧 ？MatePad 下放了几个平板，上面稀松平常的操作。好了，赢麻了。笔的体验巨好，看看人家这磁吸，看看人家这延迟控制，甚至还能追平某些平板。华为互传可以直接传输进来，做工和外观也是高一个级别的存在，配置更高，更轻薄。听起来很不错，对吧？然而事情还是没有那么简单。买墨水屏可不能只看硬件参数。华为的笔很好，对吧？但是这么好的笔，实际上基本没处可用因为自带的阅读器实在是太过简约，只有最基础的漂白和对比度调整，图片格式的文档还不能重拍。10寸出头的平板，硬是用得如此拮据。你看，同一篇文档，文石是这样的。这种重排应该是通过一行一行的裁切，然后拼到下一行来实现的，是不是很神奇？甚至还能调整文字大小、行距等等东西。通过调整漂白、对比度和锐化，还可以继续加强清晰度。虽然不能说100%好用，但没有肯定是不太行的。但是如果用第三方软件，比如说 Co-Reader， 确实能够解决这种问题，排版也舒服很多。但是这笔就已经算是残了，只能用分屏来记笔记。不过有个问题这个地方一看肯定就是给手持的，对吧？但是如果我左手拿着，我这样子点的时候，它就是往前翻页的，这没有问题，对吧？但是如果我要看下一页，我就得往右滑。所以说把它转180度，这样子往右滑不就方便啦？尤其是 MatePad， 它还是上下等宽的，这就是设计好的吧？说回来，到底是买 MatePad Paper 期待后续优化呢，还是直接上手就选一个配置一般但目前软件更好一些的阅读器？小伙伴们怎么看呢？现在还有一种很特殊的墨水屏是彩色的，但是这种墨水屏，我个人的建议是，真的明确知道自己要一块彩色墨水屏再去买，它的效果是飞跃性的，质的区别没错，但是彩色的效果并不是很够味儿。如果不看彩色内容的话，其实显示效果也会比黑白墨水屏要差一些，发绿还有一些横纹。看看这个是啥？没想到吧？文石听说我要做这个视频，我这稿子都写完了，他还给我寄了一个他们的新产品，说是改进了很多问题，这东西现在还没有发布呢。嘘，大家悄悄的把牌面打在公屏上。我提前用了一会儿好家伙，隔着整个预判呢。我上面说到的那些问题基本全都改了。这个笔呢，不但延迟小了很多，而且它的这个背面呢，还有一个橡皮擦，它直接倒过来就可以擦了。然后这里的冷光和暖光呢，现在也已经标清楚了，不会像之前那样子。这样子它就是一个纯暖光，这样子呢，它就是一个偏冷的光。而且我还发现，它这个屏幕在不开灯的情况下，明显要比其他2台要更亮一些。如果是在室内用顶灯的话，其他几台看久了眼睛就会有点累。刷新速度呢，即使是在普通模式，也是肉眼可见的比这个 MatePad 要快。我再点个菜单看看。
对于墨水屏这种设备啊，它就算是快一点都是很有必要的。那东西到手了，去哪儿找电子书呢？准确说是正版电子书。我还是建议别上来就百度，优先正版书和比较靠谱的来源。我就试过，每章结束都要看几行起点的广告，甚至更离谱的还会有错别字和漏字。我自己用过的软件里面最常用的就是微信读书，体验挺不错，各平台同步，上面的书数量和质量都还不错，而且是完全正版，不是扫描版的东西，还经常打折，甚至是白送。注意一下，要下墨水屏版的微信读书哦。然后现在很多的商城，比如说京东和当当，都是有电子书出售的。至于这上面找不到的电子书呢，那就只能求助一些神奇的网站了。这个因为一些原因不太好在视频里面去说啊，去知乎搜一下，大家都推荐有，不过可能得准备一些软件就是了。到这里，其实小伙伴们要是真想看书的话，已经完全可以用了，自己试试看吧。其实无论是电子书还是纸质书，甚至是手机，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意志力。看什么书，怎么看书，啥时候看书根本没有那么重要，开始看才是最重要的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还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么我是千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